你们看过哆啦 A 梦版的名侦探柯南吗？你们知道歌声其实也是可以杀人的吗？而这次轰动整个小镇的案件，被人称作这一切还要从小镇被乌云密布，狗子疯狂逃命说起。如此诡异的事件接踵而至，那真相就只有一个：大牲口又开始玩 rap 唱摇滚了。看到场下也有2名受害者，其中还有自己的媳妇。大雄二话不说就要恢复单身撒丫子逃命。小多拉觉得这样做有点渣，就算不救人，也至少露个脸证明自己来过。岂料胖虎的歌声自带范围魔法攻击，一招隔山打牛，直接轰晕了2人。于是2人团成4人团，一起分享起了这份和弦。眼看4人即将被内伤轰到5脏6腑皆碎，背后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此人名叫没穿裤子，一个很懂音乐的中年教父。他此次前来是为了寻找日本好声音，并举起摄像机让胖虎临场发挥，录制了一份音乐小样。大雄众人整个团都惊呆了，他们做梦都没想到世上竟然有天生自带魔法免疫的挂逼。录制完毕后，教父表示日后联系，便一脚地板油扬长而去，直到远离了大众视线，他才摘去了耳塞。这招提前预判都让他高完了。直到这时，胖虎才告知众人，刚才的大神其实是日本好声音的副导演。虽然大雄平时只追动漫不追综艺，但还是隐约听说，只要上了这个节目，无论是什么猪马牛羊都能大火一把。虽然胖虎坚信自己是少年歌神，问题不大，但小夫还是一口断定这绝对是场诈骗。毕竟胖虎唱歌是会要人命的。据小多拉分析，对方估计是想从胖虎这里赚取高昂的转身费，然而小夫却嗅到了一丝丝犯罪的气息。据小夫分析，副导演会每天悄悄给导演听胖虎的歌，让歌声内含有的毒素遍布导演全身，然后在某天突然放大音量，最终让导演撒手人寰。而这种魔法攻击堪比完美犯罪。这之后，副导演便可名正言顺接管导演的位置，让自己获得无上的权利。而这场完美犯罪被称为胖虎杀人事件。虽然这波分析脑洞开的有点大，但只要把胖虎的歌声跟杀人挂钩，大雄就坚信这波分析十拿9稳。于是小多拉带上强力嗅觉笔，决定用它追踪副导演的位置。可鼻子却将他们引到了一处脏乱差的小巷，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高大上录制厅。他们在破旧的小楼发现了副导演，这更让几人确定了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阴谋。为了可以查明真相，几人穿戴上隐身衣，进入了副导演的房间。巧的是，副导演正在房间中自言自语，说着要按计划把胖虎的歌声拿给导演听的奇怪话语。这下大雄更相信小夫的分析了。他们跟随副导演来到超市，看到他买了2台扬声器，估计是用来放大胖虎歌声的杀伤力的。接着副导演又买了电线，并在水果区买了香蕉。于是名侦探小夫再次上线。据他分析，导演先是会被香蕉皮滑倒，接着副导演悍跳，用电线把导演捆绑成大粽子，最后用扬声器播放胖虎的歌声。这波连环计导演不死都难。他们跟着副导演重新回到破楼，果然如小夫所说，副导演将香蕉皮扔在了地上，并摆好了扬声器。就在这时，导演走进了房间，而大雄等人也一起混了进来。眼看副导演手部握紧，露出了我就是犯人的表情，小夫二话不说，用自己抵消了香蕉皮引发的骚动，让副导演意外按动了播放键。躺在扬声器前的小夫直接被震出了红眼特效。而这场阴谋的真相也浮出了水面。原来副导演是准备用胖虎的歌声做宣传片，意思是就算你的歌声是个大杀器，但只要有导师为你转身，你就能成为日本张学友。导演觉得还是算了吧，估计100万修音师还没修好音就挂了。虽然这次胖虎只是个工具人，但完全不影响他坚持梦想的决心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这是我见过最滑稽的复制粘贴了。复制头脑最笨的来做作业，复制最老奸巨猾的来打工，结果下一秒就被举报。大雄的一手白嫖之梦的好牌被自己打得稀碎。蓝胖子着急出门约会，可大雄只想安静的做个睡神，作业什么的睡醒了再说。蓝胖子担心大雄明早又会哭着把烂摊子推给自己，说好的人与猫之间的信任呢？可全职保姆蓝胖子刚出门，还是担心大雄掏出了速成机器人，说什么也要做个替身来监督大雄，将头转进身体，然后插上小短手和粘上小短腿，接着将自己的大脑也传输给机器人，一个小号的蓝胖子就完成了。蓝胖子这才放心出门，但遗忘在地上的道具，这不是让大雄捡漏吗？机器蓝胖子让大雄先做作业，可大雄只当他是团空气，气的机器蓝胖子拎起大雄就塞到了书桌前。可既然是蓝胖子的机器人，那大雄有10000种方法制服蓝胖子。只见大雄让机器蓝胖子打开盒子，结果被老鼠玩具吓得都忘记自己是个机器人了。这下大雄可以制造自己的机器人了。看着画工不能说是毫无相关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可大雄本熊的机器人直接霸占了大雄的枕头，准备先睡个10小时。这时老妈喊大雄吃点心，机器大雄也一路尾随。大雄吃的那是美滋滋的，可他膀胱一扫，
发现机器大熊竟然在蹭吃蹭喝，老妈更是暴怒：这么贵的点心，你竟然拿来喂洋娃娃！直接没收了点心。大熊本来就够气的了，回到房间，机器大熊又在睡觉，气得他直接拎到桌上，让他替自己写作业。可3秒后就完成了作业，大熊自己都觉得答案肯定全错，于是冲刺到学霸家，二话不说就复制了个机器学霸。学霸做作业那真是神速，一本接一本的，完全不当自己是外人。大熊刚想睡上一觉，可老妈让他去当拔草的工具人。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大熊带着3个机器人飞到空地，偷偷摸摸的将小夫、胖虎、静香也给复制了。拔草军团组建完毕，大熊一声令下，机器人疯狂打工。大熊又找到老妈，希望干更多的活，以换取零用钱。大熊拿了钱就要出门买点心，可蓝胖子总觉得可疑，但奈何没有证据啊。大熊路过空地，还不忘嘲笑被做成打工机器人的本尊，但他忘了胖虎是何许人也。管你刚才为啥笑，先揍一顿准没错。大熊买完蛋糕一回到家，机器大熊又在偷懒。再去浴室一看，就连机器静香都是个洗澡狂魔。大熊被大水泼面，机器人不会以为大熊缠的身子吧？等大熊来到后院时，正好赶上了熟悉的一幕，气得大熊对着机器胖虎就是一记小拳拳。可抬头一看，机器小夫咋没影了呢？原来机器小夫去通风报信了，让胖虎2人趴大熊家墙头。这下秘密暴露了，大熊直接被胖虎拎走，回来时已不成人形。蓝胖子早已将机器人都收了起来，收了老妈的零用钱，却不干家务活。女帝老妈血压拉满，不仅让大熊去干之前答应的家务，还附加赠送了说教2小时。如果小伙伴们也能做个机器人，最希望做个谁，让他干什么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在未来世界，复仇都是用导弹的。如果哪家熊孩子无恶不作，只需按动手中的导弹发射器，就会有导弹从天而降，将他轰到死的不能再死。大熊没有一天不活在胖虎的阴影中，今天更是被对方锤出榴莲大的包。听说锤大熊的理由竟是不需要理由。小多拉拿出冠军拳套让大熊以拳还拳，岂料大熊一口拒绝，改要简单粗暴能直接送走对方的道具。毕竟由自己出面复仇很没面子。小多拉觉得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理由很有道理，于是他竟掏出了一打导弹，只需将它提前布置好，在危险时按下按钮便可。于是大熊二话不说杀到空地。胖虎以为这个老六又来白给，岂料大熊竟举起按钮，大喊一句放了我爷爷。下一秒导弹轰然起飞，虎父2人还在想大熊是几娃，就被导弹轰到全身骨折，变成了渣渣灰。大仇得报的大熊觉得这也太刺激了吧，干脆把心一横，自封小镇英雄，要用精心挑选的导弹惩恶扬善。此时的小多拉正在家中增肥，为了不让他掉秤，大熊直接将手伸进百宝袋，拿出整整上百颗导弹。他将一半的导弹布置在小镇各个地方，将剩下的放在自家院中，决定下次再用。然后他便当起了虎父2人的监督大使。只见没穿裤子找上胖虎让他还书，岂料胖虎竟开启大鼻孔特效，想用鼻毛吓走对方。就在此时，大熊突然悍跳，一声放开我爷爷后，导弹飞出后院，将虎父2人轰成了酱爆鸡排。一招对脸杀让大熊忘了自己是谁，竟主动跳出自认主谋。正所谓夫可忍虎不可忍，2人一脚地板油就要将大熊挫骨扬灰。大熊只好来了招连发，将虎父2人轰成了一包番茄酱。没死透的2人决定分头回家暂避风头，于是大熊便跟上了胖虎，毕竟他的作案概率比较大。可他却忽视了小夫老奸巨猾，仅凭被轰3次的惨案，小夫就推断出大熊家还有存货。他将导弹布置在隐蔽的后山，决定跟大熊正面刚。另一面跟踪胖虎的大熊技术简直夸张，被胖虎一把拎起就要送他直接升天。眼看胖虎就要使出必杀技，大熊却在这时喊停，让胖虎想想后果，毕竟手握导弹的男人就是有底气。岂料小夫却在此时悍跳，大喊你爷爷一方。下一秒一颗导弹轰然落下，大熊直接全身骨折。听说导弹被虎父2人抢走一半，大熊还担心被轰，决定当个快乐肥宅，从此不再出门。小多拉只好给导弹装上自动复仇雷达，只要高空出现不明飞行物，导弹就会自动发射反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。有此等金钟罩铁布衫，傻子才会主动炮轰大熊。可小多拉犯了跟大熊同样的错误，不仅谈话内容被坏人趴了墙角，放在院中剩下的雷达还被2人顺走。终于在布置好所有雷达后，熊猫2人来到空地要跟虎父正面刚。只见小多拉亮出手中的按钮，自爆了导弹会自动复仇的事情。岂料虎父2人不仅不慌，反而表示我们的雷达也有此功能。而双方的仇恨不是一朝一夕，此时更是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。但一想到1人发射4人升天，双方立刻端起笑脸，恨不得把对方当成亲兄弟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，决定化敌为友。小多拉用黑洞垃圾箱将发射器回收，这样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拿出。危机解除后，4人临时成了朋友，玩起了棒球。
岂料胖虎大棒一挥，竟将棒球打到了不明飞行物的高度。顿时，整个小镇的导弹接收到信号，纷纷射向天空，而他们的终点只有一个空地。此时的胖虎已改头换面，觉得不打人的日子竟会如此充满乐趣，却没看到头顶升起的数百导弹。那么结局会如何呢？是的，你没猜错，全剧终